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休闲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 Coinbase 15分钟线的时间级别啊，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重要，我们需要细部的仔细看一下波动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啊，这一部分有点像上升楔形的推动浪，小级别的推动浪啊。我们画一下浪啊 ，A B C D E， 然后这个位置呢，有点像三角震荡这个位置啊，成交量缩量 A B C D E， 然后启动1、2、3、4、5，楔形扩散型的 A B C D E。 那我们仔细画一下，我们很少这么把细节的这个波动，因为细节的波动变化很大，所以说也就是画一画，没有对错与否的这个纠结啊，没有。上升我们用绿色表示，然后调整浪我们用红色表示，回调也是用红色，也就是下跌向下红色，向上绿色，抱歉啊。然后这一部分小的时间级别次级别的1、2、3、1、2、3、4、5、1、2、3、4浪 A B C D E 扩散型，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用1、2、3、4、5代表1、2、3、4、5，这个5可以关注到哈，Coinbase 没能超过前边的 A B C D E 第5浪，也是一种可以把它看成截断的样态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什么，这个位置调整浪可能还没结束，也就是反弹调整可能还没结束，或者结束的可能也有。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看一下斐波那契的扩展。低点、高点、返回调整的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1比1的位置大概在这儿啊，也就是说会突破中轨线，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出现啊。假设如果这是这种呢，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我们把回调点放到这儿的话，那还是稍稍不够啊。说白了，目前还是撞到了上升通道的中轨线这个阻力位，然后有一个回调的小幅回调的动作。所以说我们有可能想象它有可能反弹调整的话没有结束，这是第一种。然后也就是反弹调整的话，它可能是ABC 调整5 ，ABC 调整以后继续下跌，这是第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推动浪啊，也就是这是第一浪、第二浪三角震荡回调，第3浪开启，第4浪回调，第5浪，是这种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边可能只要不破这个位，也就是56000这一附近的位置不破掉的话，它就有可能继续形成推动浪。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关注一点：一，破不破，把止损位放到这个附近啊，
56000下方，只要不破这个位置，严格到我现在是做了一些宽泛的这个止损，只要不破这个位置，就有可能继续向上。还有，如果站住上升通道的中轨，然后我们看一下稍微大点的时间级别啊，2小时时间级别，突破到上升通道的中轨，然后最好是把下降通道这一趋势线也能突破站上去，那就下方止损开多继续。如果你仍觉得它回调的概率高，那这种关键位的时候是我们做空的机会啊。所以说行情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原油挺纠结的啊，在这附近好像在画三角震荡。大的级别来看 A B C D E， 如果三角震荡过后它再次破位的话，就要追空了啊，有可能下跌。所以原油上次我好像讲过，原油已经不再是这个有限能源了，它是无限存在，几乎人类可以源源不断的应用它。所以说原油的价值不像头些年那样被人们觉得是稀缺资源，它已经不是稀缺资源了。那好，今天我们有点时间啊，聊一聊什么呢？好长时间没做这个蓝色字体缩略图的视频，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无法判断认知以外的好与坏、对与错。为什么聊这个呢？也就是最近一个是学生，还有身边的朋友和工作当中碰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很多，包括炒股、做加密货币市场交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小白或者是门外汉，或者是刚入行某一个领域以后，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认知去判断好与坏、对与错，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啊！你根本不懂，你怎么判断它的好与坏、对与错？我举个例子啊，你入行到一个新的领域，还没做充分的市场调研，也没有做任何测试，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市场存不存在，或者是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劣势、优势，你都不知道啊！你只是单方面的去考虑问题，然后一厢情愿的去做，似乎是理性的判断抉择，但实际上全是你的感性的想法以及行为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失客观的。我举个多年前我做服装店的时候的这个一个经验啊，我去南方进了很多夏天穿的女孩穿的小衫以及这个男士的 T 恤啊，然后这上面各式各样的印花，我是根据我的喜好去挑了一堆各式各样的款式啊。但是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呢？我开服装店的那个区域，那个一左一右的这个消费水平、审美等等，似乎好像跟我选的不太搭，反而是我根本就没看好的那些很多衣服卖的特别好啊，反倒是我用相对高的价钱进的衣服根本卖不掉，几乎没有太多人去喜欢问。所以这就是你的认知以及你的目标客户群的错位啊，不是说你的东西好坏对错的问题，你适不适合、合不合适的问题。我之前好像说过，这个世界什么叫脏？把东西放错地方了就是脏啊。
如果你把酱油撒到白色衣服上，那就是脏啊。但是你把酱油放到你做的餐食上，适当的需要的地方，那就是美味。同样，你把这个说一些稍微有点恶心的粪便这种东西放到跟人非常近的用的物品上，那就是脏啊。但是你把这个东西粪便扔到土地种植的土地上，那就是能让它变成肥沃的土地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错位，它有违和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不属于它的位置，跟不是它认知的不合适的，它硬拧到一块儿，它就有问题了。你用你的主观认知去定义客观市场，当然其结果不会有太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其实我非常不爱听一句话，叫什么？每个人的审美观念是不同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屁话啊！为什么叫正确？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教育、认知等等文化艺术的积淀是不一样的啊，基础。所以他的认知，他的美当然不一样，对美的观念。那你说这种不一样的美，它就没有标准吗？实际上有啊，没有的话，怎么可能会有美学？怎么可能会学美术？文艺复兴以后，欧美的，包括中国，从古至今的美学非常不一样，非常璀璨啊！这些东西你都没看过、没学过，你的审美当然高不了，只能是恶俗。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很 low。所以说，加密货币也一样啊。你怎么去判断哪个币好，哪个币不好，哪个币有潜力，哪个币没潜力？你去判断它的好坏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个标准没有，盲目的去判断跟风，那就只能变成小毛钓鱼，只能变成随波逐流，只能变成盲从。所以大部分人90%以上甚至更高的人在资本市场就是赔钱。你随大流跟着这帮人走，你大概率几乎肯定的就会赔钱，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性的判断、分析跟管理你的风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判断哪个主播讲得好，哪个经济学家讲得好，哪个分析师分析盘面分析的到位？你怎么判断？通常人非常情绪化啊，我以前讲过，人的消费几乎是感性的，情绪价值非常重要。选择尤其是这种自媒体博主，无论是 YouTube 还是国内的各个大乱七八糟的平台啊，讲相关股票跟这些的人，这些人往往已经出版书籍的这些人都一样，包括在内，很多人都会躺枪，都是什么？都是给你做心理按摩，都是满足你的心理情绪的抚平伤口的这种作用，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共情，情绪上的安定。然后他在分析盘面上稍微说的有点那么个意思，你就会跟他共情，你就会觉得他替你把你想说的话给说了，所以你就会认同他，你就会给他点赞，你就会情绪化的按他所说的去做单行为。然后最终结果是怎么样？
如果做对了，你会觉得他神准；如果他做错了一次两次，你就会骂街换人。通常都是这样啊。我之前讲过，不管是 YouTube 还是其他的视频、短视频、中视频、长视频平台都一样啊，无非就4个作用：第一，娱乐；第二，打鸡血；第三，做舒压；第四才是学习啊。那真正学习也有好多各个领域的好博主啊，勤勤恳恳的做内容啊，有料的干货内容。但这些博主我也注意到，没办法为了吸引眼球起流量，没办法会做一些标题党。包括我在内，有些时候也有点那个意思，我自己都讨厌那样去起这个缩略图啊，很没意思。但是没有办法，人大多数就是这样。还好我这个频道不需要有太多人过来，用不着，也不需要点赞，也不需要你给我干嘛。有缘人、有心人、有认知的人看得懂，得到帮助，得到一些启迪就 OK， 我的目的就到了啊，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啊。我也不做代单，也不做任何乱七八糟的那些推荐，我做一些实战训练以及1对1的咨询服务，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去做啊。然后先前做过一次小公告，然后在社区里头也明确了这个具体的事宜跟这个收费的方式啊，其实完全不需要啊，有需要的可以看，没需要的实际上如果你要有心，完全可以怎么样，根据我的这个板块日志，最新行情是几乎尽可能的日更，然后技术分析从零开始，还有交易策略应对心法，这些都是干货啊！你要有心仔细看着视频，实时行情跟着去操作，用小额资金去练习，反复的复盘迭代，把你的风险控制起来，账户运营起来，日积月累，你就会走向稳定盈利的道路，这是必然的啊！已经做了很多位学员的测试，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有啊，所以说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在做我的这本交易修行、交易相关书籍的这个整理啊。书早都写完了，只是在整理。我的目的是，只要不是文盲，看完都能看得懂，不仅仅看得懂，还能具体的步骤、行为、动作一步步来。因为世界上迄今为止相关交易股票、加密货币的这种书籍，没有一本是能够全面的从技术分析开始到心理上升效应，包括到你一个人怎么去内心活动，具体的手脑结合的去做动作的这本书一本都没有啊。所以说我就想干这件事儿，所以我前期做了这么一个 UPB 交易修行成长驿站的 YouTube 频道啊，只是为了给前期做一个铺垫，然后也给这些有心的人方便学习参考。然后稍稍跑了点题啊，但实际上没有跑。那你无法判断认知以外的好坏对错，凭什么凭感觉单纯的觉得而已吗？当然不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类似这种东西，包括我在内一直都是一样的。你需要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都会问身边的朋友用过的、买过的，完了口碑
去判断，或者是大的品牌，因为大的品牌已经树立了一定的这个服务品质跟质量的严把关，已经经受了市场的洗礼跟考验，它才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品牌，所以相对而言比较不错。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像加密货币市场这样的标的物，你怎么去判断好与坏对与错？比特币你怎么判断它好与坏对与错？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是没用的数字垃圾、区块链垃圾，还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它从1年内15600一直上涨到73800，然后这几个月一直在7万到56000之间来回摆动，包括昨天还是前天跌到53000多。这种一个投资标的，你究竟怎么判断？然后做多还是做空？它跟美联储加息降息有什么关系？美股纳斯达克上升下跌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直接关系、间接关系？如果战争、海湾战争，还是韩半岛危机，还是台海危机，它有什么关系？这些国家大事，职业的政客、军事专家、媒体评论专家都不懂，我们一个业余炒股、炒加密货币的怎么懂？怎么去判断？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时间浪费掉了，无缘无故的浪费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看似好像多维度、多方面的上下左右前后去分析这个市场，但实际上你做的都是无用功啊！你最该分析的是你的账户现金流是怎样的，你的持仓比重、资金比重，你的投资组合有几个，这几个币都是干嘛的，用在什么地方，目前它的项目开发到什么程度，迭代到什么程度，区块链的线下实体的对接，包括最近比较火热，未来我也比较看好的实物资产通证化的这个赛道上，哪些币在这里头角逐？这些你不考虑，天天就考虑马斯克喊没喊单，不是赔钱还能怎么样？所以说你无法判断认知以外的好坏对错，讲的就是这些啊。不能凭感觉，也不能凭觉得，我们要严谨客观的根据市场数据、市场的需求、大众的心理，然后你自己的心理熵增变化以及你的钱袋子来去综合的判断应对市场的未来行情，以及运营你的账户、你的这些投资标的。还有就是选择这些学习参考资料的时候，你不知道好与坏对与错，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仔细看他说的是本质还是表面的东西，他是替你把你想说的话说了，还是说了你认知以外的？还有一个，他有没有画弧？如果他东拉西扯，那就是假的概率比较高。还有一个，你看他是干什么赚钱的？如果他是靠嘴皮子赚钱的，那么好，他也跟这个交易赚钱几乎没什么关系。他做的是自媒体，他做的是心理按摩，他做的是社群。如果他根本不需要这个去赚钱，那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没有功夫时间在这上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完全凭你的认知跟理性去判断对方是不是凭良心说话做事儿，他是不是玩虚头巴脑的东西。但凡有一些生活工作经验的人，只要你把贪念守住，把
一招鲜的这种所谓的高效智慧扔掉的话，你一定会潜下心来明白哪个是说真话，哪个是说假话的，然后哪些内容只要是素长那就是骗子。如果它是非常难磕下来非常严谨的，那大概率这个人说的话就是真的啊。只不过大部分人不愿意往死磕，不愿意有死磕的精神，然后总想速成投机取巧。所以说不要凭感觉，也不要盲目的把自己未知领域的事儿做好坏对错的判断，实际上这样你就是自己弄死自己啊。所以希望大家面对这个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还是期货、期权，包括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时候，都能理性的管理好自己的资金安全，做好自己的风险管理，然后把交易做好，多多赚钱。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我们明天再见。